上厕所时，大便前头干硬，后头软黏，说明什么？看完长知识了。小王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因为工作比较忙，饮食作息都不是很规律。近段时间他上厕所的时候，总是觉得很奇怪，大便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前面硬要很使劲才能拉出来，后面又变得很软黏。一开始他没太在意，以为只是偶尔的情况。可是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，小王开始担心起来。周末，小王决定去医院问问医生。医生听了他的描述后，耐心的给他解释了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。小王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大便也能反映出身体的问题。那么大便前头干硬，后头软黏到底说明了什么呢？一、大便的形成过程。要想真正了解大便前头干硬，后头软黏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得先从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开始说起。我们吃的东西，牙齿和舌头会先进行咀嚼和搅拌，唾液中的酶开始进行初步的化学分解，让食物更容易通过食道进入胃里。到了胃里，食物会被胃酸和消化酶进一步分解成糊状物，一般被称为食糜。这时候的食糜已经变得柔软并且容易消化了。接下来食糜会流入到小肠，小肠分泌的各种消化液以及胰腺和肝脏的工作，让蛋白质、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分解并被身体吸收利用。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反应之后，剩下的就是那些身体不需要或者无法吸收的东西了。这些废物会继续移动到大肠，大肠的主要职责是回收水分和电解质，帮助形成固体的粪便。正常情况下，从我们吃下食物到最终成为粪便排出体外，大约需要半天到2天的时间。至于大便前头干硬后头软黏的原因，则要从以下几点说起。二、大便前头干硬后头软黏的原因。一、消化系统问题。前面的部分比较干硬，后面的部分却变得软黏，可能是消化系统的工作不太顺畅。这种情况多数不严重，但确实能给我们一些身体状况的提醒。前面讲过，食物进入我们的口腔，经过咀嚼和吞咽，一路下行到胃里，在胃里被进一步分解成更小的颗粒，然后进入小肠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。接着剩余的会进入大肠，也就是结肠，在这里水分会被吸收，形成固体的大便。如果这段时间里我们吃的食物中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，比如新鲜蔬菜和水果，那么大肠里的水分就会被过多的吸收掉，导致大便变干变硬。这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大便开始的部分很硬，而大便的后半段之所以会变得软黏，是因为随着食物继续通过肠道，最近吃的富含纤维的食物，因为某些原因，肠道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全吸收水分。二、饮食习惯。饮食习惯对于我们的大便形态有直接的影响。如果发现自己的大便前面干硬，后面却软黏，可能是吃的东西的问题。经常吃的是油腻、重口味的食物，蔬菜水果吃的少会导致大便变得干硬。食物中的油脂虽然能让食物更加美味，但它们不容易被身体完全消化，而且缺乏纤维的食物会让肠道的工作变得更困难。纤维能够帮助食物残渣顺利通过肠道，并保持一定的湿度，使大便更容易排出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纤维，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就会延长，水分被过度吸收，大便自然就会变得干硬。而大便后半部分软黏的情况，可能是最近增加了水分或者淀粉类食物的摄入，可能喝了更多的水，或者是吃了更多的米饭、面条等富含淀粉的食物。这些食物含有较高的水分，或能够迅速转化为糖分，增加肠道内的水分含量，使新形成的大便没有那么干燥，显得更加湿润和软黏。三、水分摄入不足。喝水不够的时候，身体会从任何地方汲取水分，包括大便。肠道在处理大便时，就会尽可能多的吸收其中的水分，结果就是大便变得又干又硬，排出时会感到困难。但是大便的后半部分变得软黏，很可能是因为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候喝了不少水，或者摄入了含水量高的食物，比如西瓜、黄瓜等。新形成的大便因为有足够的水分，所以不会像前面那部分一样干燥，相反会显得比较湿润，甚至有些黏。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保证每天都有足够的水分摄入。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喝8杯水，这个量可以根据个人活动量和天气情况进行适当调整。多喝水有助于保持大便的正常状态。
还可以帮助身体更好的排毒，维持整体健康。4. 生活作息。不规律的生活作息，比如经常熬夜或者作息时间颠倒，会对我们的肠胃产生不小的影响。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会打乱身体内部的生物钟，干扰肠胃的正常工作节奏，最终影响到排便的情况。生活作息不规律时，尤其是经常熬夜，身体的很多自然机制都会被打乱。正常的肠胃蠕动是有序的，食物进入身体后一步步的被消化、吸收，最后排出体外。如果作息不规律，晚上很晚才睡觉，早上又起得很晚，肠胃的正常蠕动就会受到影响，导致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。肠道会不断的从大便中吸取水分，使得大便前端变得干硬。而到了后来，如果作息有所恢复，或者因为白天活动增多，肠道蠕动又会加快，新形成的大便会显得湿润和软黏。5. 肠道疾病。大便前面干硬，后面却软黏，有时候这种现象可能是由肠道疾病引起的，比如肠道炎症或肠息肉等，都会导致大便的形态变得不正常。肠道炎症是肠道受到感染或刺激后发生的炎症反应，会导致肠道的功能受到影响。肠道发炎时，蠕动可能会变得不规律，有时过快，有时过慢，会使得大便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态。前面干硬的部分可能是由于肠道蠕动减慢，导致水分被过度吸收。后半部分软黏，可能是因为炎症导致肠道蠕动突然加快，新形成的大便没有足够的时间吸收水分。另外，肠息肉也是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。肠息肉是指肠道内壁上长出的小肿块，虽然大多数息肉是良性的，但可能会影响到大便的正常通过。如果息肉阻挡了肠道的一部分，大便可能会在前面的部分变得更加干硬。因为水分被过度吸收，而在绕过障碍物之后，大便形态可能会变得软黏。上面说的这5点都是可能造成大便前头干硬后头软黏的原因。想要改变这种情况，则要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做起。具体给如何去做呢？3. 改善大便异常的方法。1. 多吃膳食纤维。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比如蔬菜、水果和全谷物，对保持肠道健康非常有帮助。膳食纤维能增加大便的体积，帮助肠道更好的蠕动，让大便更容易排出体外。常见的高纤维食物包括芹菜、菠菜等绿叶蔬菜，还有苹果和香蕉这样的水果。喜欢吃主食，也可以选择燕麦和糙米等全谷物食品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纤维来源。不过，虽然增加膳食纤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益的，但也要注意饮食的均衡性，不要依赖某一种食物来满足纤维需求，应该多样化的选择不同的蔬菜、水果和全谷物。2. 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。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对肠道健康很重要，最好是每天固定在一个时间点去厕所，这样可以让身体适应这种规律，建立自然的排便反射。早晨起床后或是在饭后半小时左右排便是最好的，这个时候身体的消化系统正在活跃期，更容易感受到便意。不要憋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很多人因为忙或其他原因有了便意，却不及时去厕所，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便秘。有便意的时候就应该尽快去厕所。排便的时候尽量保持专注，不要分心去做其他事情，比如玩手机、看书等。这些行为会分散注意力，导致排便时间过长，增加肛门和直肠的压力，甚至可能引发痔疮等问题。3. 适当运动。运动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，帮助食物更快地通过消化道，从而改善消化功能。建议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，比如散步、慢跑、游泳等。除了全身性的运动，还可以专门做一些针对腹部的锻炼，比如仰卧起坐、平板支撑等，能够增强腹部肌肉的力量。腹部肌肉可以在排便时提供额外的帮助，让大便更容易排出体外。这些锻炼不只是对肠道好处，还能加强核心肌群，提高身体的稳定性。结语：上厕所时大便的形态与我们的健康是有关的，要关注自己的身体，及时调整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，保持肠道健康。如果大便异常情况持续时间比较长，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症状，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，以免延误病情。